是一部讲述了女性时期的自己和变性之后的自己生下了自己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45年，在一家孤儿院的门外，院长意外发现了一名女婴，她显然是被故意留下的，但在医生的简单检查后，确认她没有什么缺陷，也没有携带任何疾病。院长虽然困惑于她的父母为何要抛弃她，但仍旧决定收养这个婴儿，并给她取名为简，寓意着希望她的生活能够简单而幸福。时间一晃来到了7年后，长大的简对一切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她的心中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她很羡慕那些时刻有父母陪伴的小孩。这天，简趁着无人注意，偷偷溜出了孤儿院，只为了尝一尝巧克力冰淇淋是什么味道。然而在她正沉浸于这份甜蜜之中时，一辆汽车却差点撞到她，司机大声呼喝让她赶紧闪开，然而回应她的却是小小一拳头。从那一刻起，简就显示出了她的与众不同。从小到大，她都没有生过病，简的体格似乎天生就比其他孩子更为强健，无论是争执还是打闹，她总是能占据上风，甚至男孩们也不是她的对手，这使得她成为了其他孩子眼中的异类。虽然她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但每当看到其他孤儿被领养，简的内心还是会感到自我怀疑。应聘者必须拥有强壮的体格和惊人的记忆力，而简恰好满足了他们所有的条件。本以为简的生活迎来了转机，然而命运却再次和他开起了玩笑。那个渣男竟然在离开前，在简的体内留下了一个新生命，而罗伯森所招募的人需要无任何亲人，这让简的梦想再次破灭。在深思熟虑之后，简还是决定将孩子生下来。在动完手术后，简成功的生下了自己的女儿。与此同时，医生向他透露了一个震撼的消息：简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的2套生理系统，尽管这些系统都不甚成熟，但她的女性系统足以让她怀孕并分娩。然而由于分娩时失血过多，医生不得不切除她体内的女性系统。如此荒诞的话语让简一时间难以接受，但是到如今手术已经完成，她也只能选择坚强面对。为了自己的女儿，她必须勇敢地活下去。然而不幸接踵而至，在2周后的一个夜晚，一名神秘男子偷偷潜入婴儿室，偷走了她的女儿。简找遍了所有地方，却始终不见女儿的踪迹。同时，简的改造手术已经接近尾声，历经了11个月，经过了3次手术，终于让简完全转变成为了一个男人。他开始尝试像男人一样说话，像男人一样的生活。出现偏差，时空局就会终结他们的生命。然后酒保给了约翰一叠100元大钞和一把装满了子弹的手枪。之所以酒保会帮助约翰，是因为他怀疑那个男人很可能就是他一直在追踪的炸弹狂人。这个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制造了多起恐怖行动，牵连了无数无辜的人死亡。只要约翰能杀死对方，时空局不仅不会处罚他，甚至还会邀请他加入。这对于一直没有生活希望的约翰来说，无疑有了一个活着的目标。或许他还能因此找到女儿的下落。于是约翰欣然接受了。酒保随后告诉了约翰那个男人的地址。就这样，约翰再次踏入了那个熟悉的校园。他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路过的人，试图回忆起那个渣男的样子。然而下一刻 Oh, I'm so sorry. Are you lost? No, I'm looking for someone. Thanks. I'll just wait. Well,
You know what they say about good things happening to those who wait. But only the things left behind by those who hustle. 他缓缓回头看向了眼前的姑娘，因为他素来讨厌照镜子，所以几乎已将自己的原貌遗忘。但眼前的少狂人可以改变这一切，但没想到再次失败了。他来到医院的育婴室探望简的女儿，然而此时罗伯森却突然出现在这里。酒保将定时器碎片交给了罗伯森，但酒保的这次非法穿越违反了时空局的规定，因为非法穿越对历史造成的影响会直接改变未来。他必须构建一个完美的闭环消除影响，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便是抱走简的女儿，维持简的循环不变，否则循环一旦破裂，无论是约翰还是简都将消失。在罗伯森的指示下，酒保趁护士离开的间隙抱走了简的女儿，将她带到1945年。他带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孩子放在了孤儿院门口。孤儿院的院长发现了简并收养了他，这也解释了简为何拥有男女两种生理系统。完成这一切的酒保回到车上，再次穿越至1963年。此刻约翰已与曾经女性的自己坠入了爱河。约翰也明白了自己遇到的那个男人其实就是自己，但这一次他暗暗下定决心不再抛弃自己。可酒保的到来还是打破了这一切。约翰告诉简，在这里等他回来。之后约翰走到酒保面前，他掏出手枪对准酒保，因为他认为酒保在耍自己，但酒保却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罗伯森的安排，所有的可以阻止炸弹的爆炸。然而在关键时刻，炸弹狂人突然出现在他身后，他们展开了一场激战。这场火拼让约翰耽误了时间。炸弹虽然放进了特殊装置里，但还没有来得及封闭。伴随着一声爆炸，约翰的头部瞬间被火海淹没。他挣扎着想要够到不远处的时光机。这时穿越来的酒保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将箱子递到他手中，让他回到了1992年。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彻底毁了容。虽然时空局赋予了他特别的勋章，但是这一次失误已经成为约翰心中永远的伤痕。他发誓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绝对不会再让炸弹狂人从他手中逃脱。当医生把他的纱布拆开之后，约翰才惊愕地发现，原来自己就是那个酒保。他不仅容貌变了，就连声带也因受到损伤发生了改变。经过7年的工作，约翰即将迎来退役。然而时空局交给他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回到1970年招募过去的自己。约翰的人生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唯一跳出了这个循环的就是退役后的约翰。然而时间机器本该在约翰穿越到1975年之后自动退役，可却显示退役失败。这时约翰突然想到了罗伯森在退役之前交给他的档案袋，其中封装了
人出现在他面前，他是否会杀了他？最终，约翰不顾炸弹狂人的劝阻，扣动了手中的扳机。伴随着炸弹狂人的死亡，难道事情就此结束了吗？然而，约翰回想起了自己的一生，从出生到长大，所有经历都在这个循环之中。如果炸弹狂人消失了，那么他也将不复存在。约翰明白，他必须成为那个炸弹狂人，只有这样，他过去的人生才有意义。影片也到此结束。这部电影讲述了简在成年后遇到了变性后的自己，两人迅速陷入爱河，而他们共同的女儿，也就是年幼的简，被未来的自己送回到了过去的孤儿院。在经历了女儿的失踪和自己变性等一系列沉重的打击之后，简加入了时空管理局。在局内，他一直追踪的炸弹狂人竟然是他自己老年时的模样。实际上，简医生的所有经历都是被罗伯森所提前精心设计的，因为时空局需要一个像简这样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只有他可以自由穿梭于各个时空，并且不用担心会改变历史和未来。简在这个世界中相当于一个悖论般的存在，罗伯森将他困在了这个无尽的循环之中，以实现自己发展和壮大时空局的目的。看电影找驰名，持续更新紧张刺激的好电影。